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双面镜，我是文艺。那今天要带来一个大众占卜，进行占卜前先声明，这是一个集合式的占卜，所以不可能100%符合所有人状况，大家只要取符合自己的现况资讯作为参考就好。那今天的主题是你即将要经历的幸运是什么啦？继上一次的下一波幸运，这一次也是类似的主题。那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牌组，第一组呢是金色猫头鹰，金色猫头鹰。第二组呢是绿色猫头鹰，绿色猫头鹰。第三组呢是红色猫头鹰。好，那跟英文一样，你们可以选择喜欢的猫头鹰或者是喜欢的牌组。时间不够的话，可以按暂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第一组金色猫头鹰你们的牌咯。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历的幸运是什么呢？第一张呢是圣杯国王、节制牌、愚者、放心去爱、火灵、青蛙，还有循环能量。一下牌，一下牌。好，那圣杯王代表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历的幸运呢，我觉得会比较像是态度上的啦，然后跟看人的眼光，还有脱身的一种方法。脱身就是将自己拉开麻烦是非的一个本事啦。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可能会比较冷血的去看待周围的人。曾经的你们呢，也是同理心很多，然后很为他人着想，很为他人付出啦。但是可能接下来你们会进入到一种能量，就是我顾好我自己就好了，反正呢，我对之前做的这些东西，他们也不会感恩，那我还要把自己拖下水，我又何必？所以你反而会跟人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度。那再加上可能过往就是可能近期啦，或者是说这之前经历过一些人际上的背叛啊，或者是说别人白目啊，或者说别人没有去珍惜你的同理心，没有去珍惜你的同情心的缘故，会导致就是你接下来进入到一个能量，就是我顾好我自己就好，其他人你不想管，你会冷血看待周围的人事物了。但我觉得同时之间带来给你的一个好运就是，你终于可以放松了。我觉得可能在过往你有被人情绑架过一阵子啊。那不管说这个人情是来自于家庭上的，还是公事，还是来自于就是感情上的，你可能就是这之前被绑架过了一阵子，搞得你自己身心蛮疲惫的。那接下来要经历的就是终于让你自己休息了，并不是说终于这些人让你放心了，不是，而纯粹你就不想管了。就是有些事情你觉得真的不是你的责任，你觉得你仁至义尽，你该是时候脱离这些比较烦心的事情，比较糟心的事情一阵子了。节制牌，我觉得你接下来将经历的就是你找回自己生活当中的舒适度了。我觉得你们应该说金色看官，你们可能接下来会到达一个环境，让你终于可以去解决你心中的一些烦恼，或者是说让你终于可以去要么是解决烦恼才摆脱了这些东西，或者是说直接透过拉开距离去摆脱一些让你烦恼的事情了。不管说是透过解决，亦或是透过回避啦，接下来都会让你进入到可以调整身心，然后让自己比较悠闲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这一组将会迎来的好运就是一个悠闲的状态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还蛮难能可贵的，可能因为最近你们特别的忙，或是一直以来要忙别人的事情忙很多啦，可能父母的事情啊，兄弟姐妹的事情啊，然后伴侣的事情，还是说公事啦，那就是有很多你以外的事情要去处理，搞得你自己都没有时间照顾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没有办法只在乎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跟自己在乎的人玩在一起，对吧？那接下来就是可能刚好让你们放假了，或者是说让你们刚好有机会远离需要担心或是担忧或是
需要照顾的一些人离开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刚好你有你自己的空闲时间照顾自己，或是说真的去休闲娱乐自己真的想要玩的地方或人，就是关系啦这样。然后愚者牌，我真的觉得，接下来的经历的好运就是没什么，接下来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轻松一点，比较没有，你只要负责闯，但是暂时之间还不需要承担后果的一个状况啦。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对你来讲还蛮新奇的，对，就是对于你很少能有这种不太需要顾及太多人的想法，然后不太需要去考虑责任，然后不太需要去考虑后果，然后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个时间了或许在其他人的眼中就觉得说你怎么不务正业啊？你怎么不好好努力工作啊？你怎么不赶快回家？你怎么怎样之类的。但对你来讲，你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心态，或是给了你一个机会刚好有借口，就是假装不知道这样，就是刚好有借口可以装死，然后刚好有借口就是可以就是不用去负责任，不用考虑后果，然后不用报备。我觉得这一组接下来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玩乐的时间虽然说它可能不会很长了，但至少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让自己自由一下，散漫一下，然后又活成像小孩一下，就是对自己来讲，就是对你们来讲是蛮难得的，然后也坦白讲蛮开心的啦。虽然说可能时间不会很长，或者说可能最后还是会有一些后果出来，你可能还是得去处理但是至少中间的那一段时光，就是接下来你们会迎来一段时光，是可以就是能去享受自己真正想要享受的事情。好，我觉得接下来你们会迎来一阵子是可以真的放心做自己，不再在乎别人要什么，不再在乎别人的眼光状况。可能是你们独自出去旅行了，或者是说你们独自去一个就是可能去了新的国家、新的地点，然后就是你不再有以前的某些包袱啦那终于可以做自己，然后那个自己不一定是以前的人认为最完美的自己，但至少是放松的自己了。然后也有可能是你们可能近期啦会先把一些事情给解决掉，对，那接下来的话就可能会去做一些不确定后果，但是就是想要闯闯看的事情。那也会给你那样的时间跟机缘，去让你闯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啦，让你可以在不这么紧张或不这么担忧的情况之下去闯、去冒险一下。或者是去娱乐一下，只是纯粹看你们要将时间、要将机会拿来做休闲娱乐，然后放松自己、放松心情，然后还是将这个时间跟机会拿来做一些冒险的活动那个冒险活动可以是工作上的冒险，或者是说感情上的冒险就是不需要顾后果，就是要玩一下子，就是不需要后果就冒险一下。譬如说，你不需要考虑结果。就去跟这个桃花试试看，就去跟这个感情对象，相处看看，反正最后没有结果也无所谓，你只是想要享受当下。那或者是说，你可以不顾后果的先去闯闯看不同的产业，然后不同的产品，反正也不需要顾虑后果嘛，就先做再说这样子。对，所以你有可能会把时间放在自己就是调整身心然后休闲娱乐、放松心情那也有可能有些你们的幸运，你们把它用在冒险上面，感情上的冒险，或者是说一些工作上的冒险。
然后所以你们接下来其实蛮快乐的啦，对于你们接下来所做的选择，不再是考虑到，就是会听一些支持你们的声音啦，但是你会听的声音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你自己想听的。对，你们不再去顾及到别人的意见，你们接下来会迎来一段自己开心，然后也想做的事情，然后也敢去做的事，也敢去做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挺不错。这一组的话，它迎来的是一种氛围，你们将经历的幸运是一种氛围。对，它也许不会很长，但它至少迎来一段就是会令你觉得放松好玩，然后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一个时光了。然后，青蛙牌代表，那我觉得有一些人呢，如果这一段时光有把握的好哦，你们可能在出现在某些人面前的时候会焕然一新啊，别人会认不出你们。譬如说，如果你们把时间放去就是打理自己啊，然后放松自己啊，那可能有人觉得说啊，你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精神不好？然后甚至压力大到秃头啊，或是说压力大到就是过度消瘦、过度肥胖啊这样。但结果殊不知，你隔了一段时间再见到你，哎，你怎么突然变得好精神啊？你最近是去做了什么样的医美吗？还是说你有去做什么样的参加什么样的课程，然后让自己变好了吗？这样，或是就是人家会很明显感到你有状态上的改变。如果说你们把这样的一个接下来迎来的一个无所谓啦，只做自己的时间拨给自己调养身体，或是说改变形象的话，那可能别人会看到你，改变好多这样。那如果说你们是将自己接下来的这种自我的时间拨给了去冒险，开发自己的新产品，或是开发就是去尝试一些享受一些没有顾虑后果的桃花啦，或者说没有顾虑后果的一些人际关系或活动的话，就反正就是冲就对了。那如果你把时间，你应该说你把这样的自我的这种幸运时间拿去冒险的话，那段时间结束之后，别人也会觉得说，你变得不一样了，你变得更敢了，然后你变得看的事情更远了，就总觉得你身上会有一些改变啦。我觉得对于你们自己来讲，你们不过是回归了原本的自己，就只不过就是不再把那些责任收回来到自己身上去照顾好自己而已。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不过就只是去充电。但对于别人来讲，就是对某些人来讲，他可能看的太多是你耗电中的样子，那从来没有看，就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满电的样子，或是已经很久，或是根本就没有看过你满电的样子，所以突然之间你满电出现在他们面前，会压抑啊，会压抑。但是对你自己来讲，你不压抑，那本来就是你自己啊，你只不过将一些时间更加拨给了自己而已，把责任还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照顾好而已。然后循环能量代表，那当然就是我是觉得你们就是重新去给自己充电啊。接下来迎来的不好意思，将经历的幸运就是重新给自己充电，重新把那种，假设你是一台乐器好，你只是不过把音就重新再调回来而已，已经走音的旋律，已经走音的那一种音调，你是把它调回来的而已啊。那如果说你们是有担心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接下来花一点时间调理的人，不管说你是用运动的方式也好，还是用汉方调理的方式也好，还是用其他任何的食疗的方式调理也好，都会迎来不错的效果，所以你们如果想要接下来要把时间花在打理身体、调理身体啊，或者是说睡眠时间的切换啊，其实应该都会有不错的效果的。对。那如果说你们是想要把自己的这种
对人生的定位啊、事业的定位啊、对于感情的热情啊，再度找回来的话，应该你们如果花一点时间给重新去找回自我，重新跟自己对话，然后重新再去体验你们想体验、觉得会有兴趣的人生的话，那基本上你可能又会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自己的就是对于工作的热情或对于感情的热情，可能又再度再找回来，然后找回原来偏掉的方向，原来有点迷茫的状态，可能又会再度找回来了。我觉得这一组会比较像是。接下来经历的是给你这样的机会跟时间，让你重新找回自我，对，或是重新让你照顾自己，然后重新充电的一个状态。暂时离开一些会让你一直耗电的人啊，或是说暂时让你离开一些会让你耗电的一些意见。好啦，基本上呢，就是选到金色猫头鹰你们的牌啦。希望你们接下来幸运多多啦！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点赞啦，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绿色猫头鹰你们的牌咯。有关接下来你们将经历的好运，第一张呢是月亮牌，然后权杖8，塔牌，信仰因素，西方守护灵，狗牌，还有减轻你的身体。移动一下牌，月亮牌代表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历的是直面问题啦，直面问题。那当然听起来有点令人害怕啦，但是我觉得要面对的东西，你们隐隐约约就知道自己迟早是要面对的，只不过时机点终于到了，然后也算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去让你面对了。我是觉得不会到让你。错愕啊，然后觉得很荒唐啊，应该不至于啦。我觉得这个都是隐隐约约你们就已经知道有问题的地方，只不过在等着那个时机点，在等那个机会出现，让你真的就是好吧去处理它的那种心态啦。有些人是关于家庭的，那有些人是关于工作的，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有些问题你早就已经知道，只不过就是觉得说不需要特别自己主动去把它抓出来解决啦。那等到时机点对了，然后等到人到齐了，或者说等到东西浮到台面上了，自己自然会去解决它。那接下来将要经历的就是解决那个问题了。有些东西会浮上台面上来，然后浮上来之后，你才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难处理啦。对，想象是很可怕，但现实其实没那么可怕。就是问题怎么想啊，自己可能越想越多啊，越猜越多啊，然后越烦恼越多啊，然后莫名其妙就是变得好像那个东西很难解决啊。但其实等到事情真的去面对了，然后真的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真的遇到了那个人，然后真的开始了那份工作，然后或者是说真的下定了这个决心踏出去了，就发现其实没那么难，没有想象当中的可怕。对吧？虽然说一刚开始还是有一点需要磨合的地方，然后需要沟通的地方，或者说需要多靠自己，没有办法完完全靠别人的地方，对吧？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跟自己想象当中不一样，然后不太顺，然后不太实际需要调整的地方。虽然如此但是你会发现，比原来想象当中的简单，比原来想象当中的更有方向了。对，然后发现，其实踏出去之后，自己好像能解决啊，然后自己是有本事去面对这个问题的，然后其实自己的心脏还够强的，自己能力还是够强的，对，突然之间会觉得说，找到方向了，虽然说也许不会踏出去很大一步啦，有些人踏的大，有些人踏的小，但不管踏大踏小的人都会觉得说，方向越来越明显，从原来的担忧、原来的疑惑，变成了对未来的期待。然后，就算说对未来期待也许还很遥远，但至少知道要从哪个方向下手才能解决，开始比较有把握度，然后有谱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基本上啦，接下来。第二组看官你们就是绿色猫头鹰，你们可能会
迎来蛮多价值观的冲击的，但我并没有觉得是不好的，因为随着刚刚的月亮牌，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你本来就知道你会你将就是跟你到了海边一样，你就已经看到浪在远远地方会打过来了，但打到你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啦。所以真的浪碰到你了，你可能还是会被它的冰冷给稍微惊讶到了一下，但你不会被吓到啦，你只是顶多惊讶了一下而已。那你接下来可能就会经历过一些事情，或是一些价值观，或是遇到了一些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想法，或者是说一件事情的发生跟它的过程，可能会让你惊讶到，怎么会有落差，跟自己想象当中有点落差，还是说，这个落差不一定是坏的，所以有可能你把它原本想的很可怕，但后来发现，其实他们人还不错，说，其实没那么难，那你可能就会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冲击啦，对，因为毕竟跟自己原来的价值观是有原来的想象，原来价值观是有落差的地方，对，所以会惊讶到，但是我并不会觉得你们会被吓到，应该是不会被吓到，因为我觉得你们本来就知道那个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或者是说新的价值，说新的状况出来。而且你们的将经历的一些好运，就是虽然接下来可能会经历到一些事情，跟一些新的观念啊，或是说一些新的人事物会到来到你的，我觉得不能，我改一下讲法好了，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遇到新的人事物。只是说，接下来人生会有新的变化啦。不管说它来自于新的人事物还是旧的人事物，它会迎来一些新的变化。那对你来讲，就是重新去雕塑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重新对于你对自己的人生，对某件事情或某个人，你会重新去雕塑你对这个人的印象，或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但是对于你来讲，它是往你越来越有把握的方向去调整，而不是越来越失控。我觉得这一组的将要经历的好运就是，会经历一些混乱，但是逐渐掌握局面，逐渐掌控局面，然后逐渐变成能解决问题，面对问题，然后游刃有余的一个状态了。接下来将会迎来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好运啊。有些你们如果已经有点担忧的事情啦，其实我觉得最后的结果都会是好的居多啦。那当然中间可能会有晃荡一阵子啦，因为毕竟你既然会去怕它，你既然会担忧它，你有可能要么是自己先吓自己，然后先混乱了一阵子，先脚步乱了一阵子；要么就是它真的有你需要担忧的事情，然后它真的出现的时候，你确实会脚步乱掉一阵子。但是最终出来的结果都是在你们掌握之中，你们都是能面对，都是能解决的。然后甚至是掌握好之后，还发展出了更好更远的一个走法，或是更好更远的一个新目标出来。有些人可能会如果说是接下来有机会认识一些新的人的话，或者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团体的话，可能刚开始会有一点沟通不良，或者是说刚开始会有一些习惯上的磨合啦。但是因为会渐渐抓到跟这些人相处的方向啦，那反而会就是后来融入他们以后，反而他们会变成是你的一个好的助力啦。所以其实这一组的将要经历的好运，它会有一点晃荡，可是那个晃荡是你们本来就大概心里有底的，但是晃荡完之后，对你来讲是有利的一个结果。狗牌代表，那只要你们有好好的去跟人家做协调跟沟通，然后用比较谦虚，然后用而不是时时
不是完全把自己当成是第一顺位，然后不是太直接的去跟人家互动的话，基本上你如果是面对到一个新的人群，你很快就融得进去了，或是面对到你跟某个人的矛盾的话，基本上只要有好好的温和的协调跟协调跟有进行到告知的义务的话，基本上问题点都不太大。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如果你们真的需要人家帮助的话，如果你愿意主动的去寻求帮助、寻求解答，然后寻求帮忙的话，我是觉得达成几率都蛮高的，对吧？这一组是你可能要，如果你真的要帮忙，你真的需要人家替你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替你解决一些烦恼的话，谦虚的去询问。比较有，就是就会有人来帮你啦。可是这个会比较需要你们主动的去要求，主动的去要求帮忙，对吧？那你如果只是等待别人来帮你的话，我觉得这一组的话也会有啦，但是可能效率度没那么高。然后减轻你的身体。减轻你的身体代表，我是觉得接下来你们要经历的好运就是，终于可以心里面的一颗石头终于放下了啦。我当然不能说你们完全没烦恼，但是你们如果现在人生的烦恼有10项的话，可能1、2项就会这么解决，但接下来会解决掉，接下来就会面对掉，然后就发现说没那么难，然后心中的大石头就放下了，这样子。会让自己就是觉得终于就是就是还好嘛，这样子，或者是说跟某个人的关系，如果其实有讲开来，然后你有进行告知了，那你有表现出你的诚意的话，其实说不定对方的态度会越来越好，就发现你们两个之间其实对方没那么难相处之类的，或者彼此会觉得说关系其实会就是关系其实没那么差，或者说对方其实没那么差这样。那如果是事情的话，当然也是啊，就是可能有些事情可能真的碰上了，然后你发现其实解决来没那么难啊。那解决完之后上了轨道之后，我不能说它一定100%的全部解决掉，但是至少你会越来越上轨道。那当你上的轨道，你有对于一件事情有把握度之后，心中的大石就没那么沉重了。那如果这一组呢？另外一个小点，如果这一组在考虑减肥的话啦，接下来看来是减肥会蛮有效率度的，或是说接下来是一个好的时机减肥啦。那或者是说，如果想要去进行断食啊，或是说去排毒啊，身体排毒啊这些东西的话，接下来都是一个蛮好的时机点的。减肥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或者说已经在减肥的人，接下来可能会迎来一个不错的成效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接下来幸运呢，就是心中的某个大石终于放下了吧，对啊，然后或者是说对于心中的某个大石，他某件事情或某个人啊，那终于有一定的掌握度，那对于某些事情也不再那么的担忧跟害怕。然后有些人甚至经历过了一些晃荡之后，会发现，其实本来坏事变好了，对，危机变转机了啊，然后坏事变好事了，然后不合的人反而变自己的贵人了，这样子呢，就是会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原来自己担忧的其实都是好事，这样子，对吧？然后有一些动荡，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好的。好啦，基本上呢，就祝绿色猫头鹰们接下来幸运越来越多啦。好，那就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啦，拜拜。好，那我们现在来解选到红色猫头鹰们的牌喽。有关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历的好运是什么呢？第一张呢是教皇，然后圣杯1、钱币6、原谅与学习、追踪者。
星牌，还有换形象啊，移动一下牌。好，你们接下来将要经历的幸运是跟你原来的就是有一点像冒险吧。我觉得这一组接下来经历的是有一点像行为上的冒险，或是价值观上的冒险啦。那不一定是你们要求的，也不一定是你们争取的，不过就是推着你走的感觉啦。那你可能在一些事情的尝试或碰碰撞撞当中，找到自己新的一条路，或是建立起自己的一些新的观念啊。就譬如说，你可能做了一份工作，然后譬如说你刚才做了 A 的工作，然后你走下去之后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然后坑坑碰碰还蛮多的。后来就在坑坑碰碰当中找到了B 的方向，然后又开始在做 B 的方向，然后好像又有一点点坑坑碰碰，然后后来找到一个 A 加 B 的方案，然后就发现这条路自己没走过，但是从来没想过，但是好像挺适合自己的这样。那又或者是说感情上啦，有些人是在人际关系上啊遇到了一个对象，那跟自己原来喜欢的类型好像不太一样啊，那个性不一样，交友圈不一样，那或是说很多家庭观也不一样之类的。然后一开始是觉得说不可能对这个人有感觉，然后也不可能有发展吧，但殊不知相处怎么越相处越好，然后越来越被这个人吸引，然后或者说他好像好像跟这人真的发展的起来的可能，然后就有点打破自己原来的观念，就是有一点打破又重新再建立自己的一些观念的那种感觉了。但是那种打破又不是冲击性的，它会更像是循序渐进的，然后一天一天的慢慢被说服，然后慢慢被改变，然后一天一天的不自觉的走出一条新的路，或走出一条新的观念的那种感觉了。好，接下来这一组将会迎来的经历的幸运，就是会遇到一个人，或者是说遇到一件事情，是跟自己原来想象当中的人生道路不一样的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对吧？但是会觉得说遇到这个人或遇到这件事情还蛮幸运的啦。就是譬如说刚刚就是真的走到后面的那个 A 加 B 的工作，综合工作，你就觉得说好像自己也挺喜欢的，然后居然比以前做 A 或 B 的时候还来得开心了。对，就是意外得到的一个好的想法跟好的方向跟好的道路这样。那感情上可能也是啊，就虽然说自己觉得从来不会对这样的对象动心，或是说自己根本就不会想要跟这样的人合作了，感情上也好，或是说工作上也好，就是会觉得说根本就不会想跟这样的人相处了，但殊不知其实相处起来还不错对，意外的还蛮开心的这样。但我觉得他会比较像是，因为他是意外，所以通常一眼就合拍，然后一眼就决定要合作，或者是一眼就决定要感情上的发展，就是比较不可能啊，比较不可能。我觉得这一组是会遇到，会对于某个意外的方向或是意外的人感到开心，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有给机会，给这个新的方向，我给这个意外的机会，或是给这个意外的人机会，是对的，是对的那一种感觉。然后有些人如果有在申请一些补助啊，申请借贷啊，跟金钱上会来一些好消息啦。特别是那一种有需要有那种申请补助，就是某一方要给另外一方钱的话，对，那个通常都会有一些好消息到来。对，然后
财务上，我觉得这一组的财务上、工作上应该都会有一些好消息到来啦。就譬如说，客户给你更多订单了呀，然后你原本觉得说啊，哥这个客户应该不会给你订单的，或者说这个东西应该不会给你的，就发现他给你了，这样就是其实还蛮大方的这样。对，那或者是说，你跟你合作的人啊，你原本觉得，他可能帮不了你什么啊，或者说，可能不知道，就是你可能觉得说，认识了一个新的工作关系上的人，然后你觉得他跟你没什么交集，或者说他的个性感觉好像也不会帮你什么忙，就殊不知还好有多跟他相处，然后还好有给这一个新的认识的人机会，然后发现其实对自己帮助还蛮大的这样子。那感情上也是啦，就是会迎来一些意外的人带来意外的惊喜。然后嘞，原谅与学习啊，我觉得接下来的幸运有一种原谅自己，然后释怀过去的那种感觉。就如果说是假设意外的工作方向好了，那就会觉得说之前那些磕磕碰碰的工作，然后当时自己这么讨厌自己的能力，然后自己这么怨叹，就是天对你的不公平之类的，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当初失败，当初自己做不好，只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然后只是因为要为了找到现在这个想要走的方向。然后感情上，或是说合作的人际关系上也是，本来就是在担心说，或是说在抱怨说啊，为什么都遇到这样的人啊，或者说为什么合作对象这么烂啊之类的。但是现在才发现说，当初如果没有他们没有他们那么烂的样子，自己根本就不会跨出这一步去认识不同类型的人，或是说不会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形象去做其他的事情，或是说去改变自己的交友观或是感情观，对，然后就不会有现在这个意外的惊喜了。所以它会有一点像是释怀过去的某些行为，释怀过去自己的某些决定跟某些人跟某些行为。那是因为过去的某些当初认为的错误决定或错误行为，才造就了现在的一些好的惊喜跟好的推动，好的人生方向。然后追踪者代表，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你们会出现一些事情，让你们更加确定了接下来才要专注的方向或专注的人在哪里。那不一定说是非得要是很明确的工作职业，它可以是你突然之间发现了你真正适合你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类型的，然后什么样的产业，然后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大概是怎样。那至少你知道往这个方向去找，会更适合你。那你开始会往那个适合你的方向去找属于你的工作，适合你的工作。那有些人的话是在合作对象或是感情对象的，那你可能虽然说不一定是直接性的找到那一个人，但是基于某些跟他人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跟某些感情对象或是合作对象互动的过程当中，你更了解，也许适合你的合作对象或是感情对象是什么样条件的人，那你渐渐的会往那个方向去寻找。然后星牌代表是当然接下来会迎来一些令你觉得还蛮惊喜的方向跟人的啦，但是并不代表说遇到这个惊喜的人事物，它就一定是什么长期的合作对象、长期的爱情对象、什么结婚的对象。有些人可能是啊，有些人可能会意外的，就是遇到自己就是
跟自己想象当中会在一起的人不一样，但最后会结婚的对象，有可能啊，有一小部分的人会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就是遇到的某些人带给了你某些感情观上的一个新的观念啊，或是对于合作观、工作观上的一些新的观念，对，然后让你有了新的眼界，然后重新去定位适合自己的工作的类型，或适合自己感情的理想类型是怎样的人。对，我觉得这一组会更像扩了眼界的感觉。它不是一下子，它是因为跟某个人持续的相处，或某个团体持续的相处，或是因为跟某个就是持续的去接触某一种行业、某一种类型的工作，然后让自己的原来心里面理想的条件慢慢的有所转变，改变形象。接下来迎来的幸运啊，将要经历的幸运啊，我觉得是对你们自己来讲的，别人可能不见得察觉得出来。哎，我应该说，你们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跌破别人眼镜的决定，对，或者是说准备挑战一些你原来身边认识你比较久的人，他没有办法，就是错愕的决定啊，就是你怎么会在这个时机点决定这件事情？那你怎么会突然之间改变你的形象？那你怎么会突然之间想要跑这个场合，或者说想要去做这些事情？就你原来不会这么做，譬如说你原来根本就不是每天上图书馆的人，那怎么突然之间每天要上图书馆？那你原来不是喜欢出去开派对的人，怎么突然之间每天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去跑趴？就是接下来你可能会因为认识了某些人，或者是说进入因为某件事情的缘故来开始你想要转变你自己原来的形象，或是开始转变你原来的某些做事的方式跟行为了。所以有些人会察觉了，有些人不会啦。但主要是你们也不是为了其他人改变，你们是为了自己找到的新的理想方向去调整而已。然后这一组呢，如果想要讲好，居然没电，就讲到最后居然没电。那基本上呢，如果你们想要调整自己形象的话，我是觉得都应该能成功啦。但我会建议就是，可以先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可以先从外表开始调整起来，然后慢慢的去融入，或者是去融合，将自己融合到你想要转换的新形象当中啦。从外表做起，一直换到内在去。好啦，基本上呢，希望你们红色猫头鹰接下来的幸运多多。那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订阅点赞啦，拜拜。好，基本上这是今天全部的解说啦。那喜欢我们的频道就请订阅点赞，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